胡歌终于再次出山了。自从官宣结婚生女以后，胡歌一直没有露面，没想到再次露面是为了包场支持师傅谢君豪的电影《毒舌律师》。据说这部电影现在已经跻身香港10大电影票房榜，有没有胡歌支持已经不重要，关键是胡歌礼轻情意重，两个人在《仙剑奇侠传妖》曾经有过合作，谢君豪演九剑仙，演完仙剑谢君豪就已经出名。后来谢君豪开始往电影行业发展，和胡歌的互动还挺少，没想到这次两个人再次相聚，胡歌和谢君豪应该关系不错。毒舌律师上映口碑票房均不错，网友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很高，看完首映相信是香港贺岁档里面最终会跑出的一部。不得不说，姜老板选片实在有眼光，法庭上从丧尸公益到重拾公益，故事跌宕起伏，结果大快人心，男主角黄子华角色转变自然，最后的长独白更是说的荡气回肠，十分贴合宣传语那句公道自在人心。也有网友觉得这部电影有些缺憾，看完了正义回廊总觉得缺点什么，这部影片能达到 7.8 的评分已经很不错了。谢君豪演技一直很不错，当年凭借春光乍泄梁朝伟获得第17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就等着同是男主的张国荣获得金马奖，没想到张国荣没有获奖，而是谢君豪凭借南海十三郎击败张国荣的春光乍泄，获得1997年第34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虽然现在已经60岁，谢君豪依旧活跃在荧幕上，拆弹专家2、浊水漂流演技都很出彩，又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谢君豪的戏路很宽，演技也获得了不少观众认可。他说自己演戏是一种享受，要是有好角色，他希望都能接触到。对于外界夸奖，谢君豪非常谦虚，其实每一个戏，我不是怕自己演不好，是想自己能演得好一点。我会紧张，会担心，会希望自己好，但我是不怕的，因为一怕你就会后退。但演戏你不能后退，你必须往前，所以你迎接它，告诉自己这个戏我必须要演好，这才是一种正面的心态。毕竟演员最享受的就是和角色打交道，影视圈像谢君豪这样的演员已经很少了，怪不得胡歌也支持谢君豪，两个人更像是惺惺相惜。如果不是因为小姨妈邓家佳的一句话，胡歌永远恐怕演不成李逍遥，更不会有后来的江左宗主梅长苏。2004年《仙剑奇侠传》开始选角，当时考虑到游戏的热度，制片方初步拟定了几个人选，林志颖、何炅、周渝民都在李逍遥的备选行列中，就是没有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胡歌。彼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大学还没毕业，因为长相太斯文，一度被公司列入古装戏黑名单。但当时公司要拍摄《仙剑奇侠传》，想着新签的这位新人不用也挺可惜，于是经纪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妖精的角色。原本胡歌试镜的是江明一角，然而彼时在一旁试戏蜘蛛精的邓家佳在看到他的打扮之后，却把他当成了男主角李逍遥。巧的是，彼时仙剑之父姚壮宪也刚好在化妆间，他看到胡歌的江明造型之后，也一眼就认定了胡歌就是李逍遥。然而当剧组将李逍遥和赵灵儿的定妆照发布之后，胡歌与刘亦菲却在网上遭到了所有狂热游戏迷的抵制，网友们纷纷觉得两人的造型与游戏中的原型差距实在太大。好在当时唐人影视力荐新人还在论坛上公开发文支持胡歌，这才创造了无胡歌不仙剑的神话。不过由于彼时的胡歌还是新人，加上当时游戏迷的抨击和来自舆论媒体的压力，都让他压力倍增，甚至一度想要弃演。不过面对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角色，他还是不忍心放弃，最终咬牙接了下来。但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由于他表演经验实在不足，在片场差点被导演骂到麻木。剧中有一场李逍遥带着赵灵儿奔跑的戏份，胡歌便想着采用舞台剧的处理方式，可是却完全忽略了镜头和机位。导演看到胡歌这么不专业，直接从屋里冲出来将他大骂了一顿，连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替他说话。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胡歌才真正下定了决心。而在拍摄那场李逍遥与赵灵儿出狱的戏份时，剧组也同样费尽心思，为了复刻出漫天桃花的景象，剧组特意等到了农历的4、5月份，可是那一年的春天却来得很慢，横店的桃花始终都没开出想要的效果。于是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剧组特意亲手打造了一片桃花林。不过尽管桃花林是假的，但这一幕却十分经典，一直到17年之后的今天，这片人间桃源也依然看上去难辨真假。然而尽管剧组为了拍戏费尽心血，可当好不容易拍完整部戏之后，制片方却又遇到了麻烦。原来《仙剑奇侠传》当年差一点就无法见到观众了，因为它还没开播就遭到了广电的封杀。2004年仙剑刚刚拍完，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广电爸爸此时就下达了一则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这则消息仿佛一记乱拳，让剧组瞬间不知所措。于是为了能
能通过审查，剧组只好连夜整顿修改。可尽管最终经过了重重审核，这部剧依然没有通过上星权，还是无法在卫星频道中播出，只能选择在地方台播出。也正因此，剧组将电视剧的首播放在了台湾中视频道，而大陆第一个播出的电视台则是重庆电视台的影视频道。很多剧迷没办法看到电视直播，只能去购买碟片，也正因此才会让这部剧显得分外经典。直到2008年，河北卫视才拿到了上星播出的机会，于是河北卫视也成了《仙剑奇侠传》首次上星播出的平台。不过虽然这部剧播出时一波三折，但是放到今天来看，剧中的很多演员却不可谓不是殿堂级别。拍摄初期，其实扮演林月如的是刘品言，而安以轩则是饰演阿奴的角色。不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导演觉得年龄最小的刘品言更适合灵动的阿奴，于是便让两人角色互换。当时的剧组只考虑演员的适配度，并不考虑番位，这才铸就了两个经典的角色。而剧中扮演拜月教主的徐锦江，为了演出蛊惑人心的形象，他在进组之后就经常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脸上也总是温婉和善，完全将角色带入其中，这才将这一反派塑造的淋漓尽致。而仙剑中发展最让人意难平的一位演员，莫过于九剑仙谢君豪。其实他早在1997年就击败张国荣拿下金马影帝，然而如今的发展却并不出彩。2009年，谢君豪在拍摄杨贵妃秘史时，因为片场意外起火，他不顾阻拦冲进现场救出了一位小演员，导致脸部受伤，不得不动手术。然而这样的故事他却从不拿来宣传，只知道低调演戏，这也造成他的事业始终不温不火。除此之外，其实仙剑妖中还隐藏着很多大牌，在如今看来简直是彩蛋。真琼传里的华妃蒋欣竟然在仙剑当中一人分饰两角，分别演过狐妖女院和她的女儿。片中出演蜘蛛精一角的是爱情公寓中的小姨妈邓家佳，而赵灵儿的母亲则是由黄磊的妻子孙俪出演。值得一提的是，袁弘也曾试镜过阿七刘静元一角，可惜当时学校只放一个人出来拍戏，他便把机会留给了好兄弟胡歌，而此后两人也在《仙剑3》中合体。正是因为当时整个剧组的努力，才促成了《仙剑》的成功，而在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很多故事，你知道吗？《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和赵灵儿其实在现实中都有原型。1995年，仙剑之父姚壮宪以一己之力创作出了《仙剑奇侠传》这一国产 RPG 游戏的巅峰之作。彼时的姚壮宪是一个木讷腼腆、重度社恐的理工男，又刚刚因为写游戏经历了失恋，于是他便希望游戏的主角可以风流逍遥，每一天被美女包围。因此李逍遥其实就是对自己另一面的幻想，而其他的主角也都是他根据现实生活所创作。赵灵儿是他曾经暗恋的班花，林月如是身边的女同事。如果按照姚壮宪的所思所想，他最终绝不会给自己写一个悲剧结尾。不过此后剧本在被人看中之后，后续的剧情就无法由他来做主了。而仙剑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经典，除了前有游戏铺路之外，剧中的主题曲也是他的灵魂加持。一直很安静是剧中对林月如爱情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方文山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所创作。从前有个女孩很喜欢他，不过当时的方文山已经有了女朋友，根本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于是这个女孩就一个人躲了起来，继续安静的守护这份属于自己的爱情。不过此后还是被方文山知道，并且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在仙剑和方文山的盛名之下，这首歌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背景音，但是演唱这首歌的阿桑却很少有人提及。其实阿桑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歌手，当年是爆火之后，华研便将他当成了下一个力捧的对象，并且为他打造了专辑《寂寞在唱歌》。可惜正如一直很安静，唱的是林月如的爱情悲剧，阿桑的命运仿佛也冥冥之中被注定。在那个周杰伦、林俊杰、孙燕姿等一众天王天后崛起的年代，阿桑的专辑没有翻起任何水花，而与此同时，命运也夺走了他继续与他们竞争的机会。2009年，阿桑因为淋巴癌恶化，扩散为乳腺癌晚期，最终在34岁那一年香消玉殒。不过虽然阿桑无法继续再为歌迷唱歌，但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却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能留下一首被人一遍遍回味的经典，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而除了这首歌之外，片中的其他歌曲也都是为剧中的人物而设定。胡歌演唱的《逍遥叹》是对李逍遥的自嘲，名为李逍遥，可惜造化弄人，命却并不逍遥。而那首6月的雨则是以李逍遥的口吻去诉说对赵灵儿的痴缠爱恋，也为电视剧最终的结局定了调。一部经典的作品，哪怕是剧情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但是那些经典的旋律却早已被刻进了 DNA 里。如今仙剑再次翻拍，实在不怪网友们唱衰，毕竟恐怕他就连当年的 BGM 也难以超越吧。